好的，我是黄总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苹果2024年春季的第一个新品啊，没有什么发布会，直接上架最新的 MacBook Air 啊，然后它搭载的是 M3 芯片。关于 M3 这个芯片呢，其实我们在之前刚发的时候，通过它的 Pro 版呢跟大家详细聊了一下啊。这一期呢我们就不详细解读了啊，你可以去我们频道里面翻看一下那期视频。这次呢我们是有13寸的，然后还有15寸的，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下一些细节，还有就是它们的颜色，以及最重要的选购指南。这台13寸的 M3 Air 呢是星光色的啊，我们前期呢做了一些小小的测试，比如说跑分什么的，我们还专门留了一台和大家一起开箱。这是一个 MacBook Air 15寸的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午夜色。同色系的一个编织充电线 C 口，然后还有 MagSafe 的这个磁吸双 C 口的标配折叠插脚充电器，这个是35瓦的。这要提醒注意，如果你选的是它的起始版本的话，它标配的应该是一个30瓦的单 C 口的充电头。由于这次相对于之前 M2 的这版本呢，只换上了 M3 的这个处理器，所以其他方面呢全部都是一样的，包括它的屏幕，包括它的模具，包括它的接口以及其他细节配置啊。所以关于屏幕和新的模具啊，大家都可以翻看一下我们之前 M2 的那期视频。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例行的升级，我们就先说一下颜色上的选择啊。我们还专门准备了一个13寸的深空灰的一个 M2 的 Air 啊。系列呢一共是有4个颜色，我们这儿就唯独缺了那个银色的版本，它也就是最传统的苹果的那个颜色啊。午夜色尤其是在这种摄影光的照射之下，它那个泛蓝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，它整个这个商务气质就比较凸显一点啊，也比较适合男生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容易显指纹啊。一开始我用 M2 的这个 Air 呢，长期啊这个 A 面上面全部都是指纹，后面我就搞了很多贴纸啊，这个贴在上面。然后就是这个深空灰色，它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啊，可以给大家一些特写，只有在强光打上去的时候，它才会有那种灰色的感觉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一个稍微深了那么一点点的一个银色，这种磨砂的质感，我看了一下啊，这3台里边最为凸显的啊。如果你就是要低调求稳的话，那么这个颜色是比较适合你的。最后就是这台星光色了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一个金色，尤其是在摄影光打上去的时候，它是非常雅致的啊。如果要是女生用的话，也特别显气质。当然这个颜色的喜好完全看自己啊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啊，所以我们前期呢做了一些纸面跑分的一个测试啊，直接给大家打出来。因为 M3 这颗处理器当时 Pro 首发的时候，我们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测评。它在纸面成绩上呢，因为 Air 系列嘛，它是没有主动散热的，所以肯定照 Pro 来说呢，稍微差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影响。但还是提醒，如果你的性能要求相对来说高一些，这时间比较久一些的话，肯定还是 Pro 带主动散热，峰值维持的时间肯定会更高的啊。而且15寸的毕竟要比13寸的体积上要大一点啊，这个物理的散热面积都要更大一点。M3 这个处理器呢是带 AV1 解码引擎的啊，这啥意思啊？就比如说现在你在 B 站看视频的话，它就是可以通过 AV1 进行解码的，对你的带宽要求呢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。当然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网速很差的环境了啊，所以你的感知可能没有那么强。然后就是带光线追踪了，然后这台 M2 的 MacBook Air 呢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啊，里边是装了这个死亡搁浅的，然后正常是可以游玩的。M2 的都没啥问题，所以 M3 的呢也是 OK 的，只要不是超重度啊，还是可以的啊。它的感知要比 AV1 的解码引擎呢要高很多。然后就是连接显示器的用户提醒你注意啊 ，M3 系列的这个产品呢已经更新了，这个它合盖的情况下呢是可以支持双显示器的，也就是你这样合盖的时候，通过你的 C 口串起来的2个显示器，它都会正常显示。但是你一打开笔记本的屏幕，你后接的那台显示器它就会灭掉，要提醒你注意。重量方面，大号15的这个是1.51千克，小号的13的是1.24千克，然后厚度方面呢也是有小小区别的，15这个要稍微厚那么一丢丢，是1.15厘米，而13的这个呢是1.13厘米，几乎也没什么太大区别。OK， 下面就是我们每次 Mac 内容的惯例环节啊，主观选购指南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回看上期就可以了。我说的确实是实话啊！现在回去看我们上期 Air 或者说 Pro 的这个测评，其中的购买建议放到现在也是没啥问题的。总结3个字就是隔代换。
很简单，如果你现在用的是最新的上代产品，就比如说 M2 的 MacBook Air 啊，换机的体验提升不会很明显啊。如果你是之前 M1 Air 的用户的话，你就可以考虑换这次的 M3 了啊。如果你用的是更老的，比如说英特尔处理器的 Mac 啊，哪怕是 Pro 啊，换到这次 M3 也是有提升的啊。就比如续航啊、性能啊、ID 方面，关注的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，苹果自己的这些官方对比都是英特尔和 M1 处理器啊。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苹果的笔记本电脑，没有用过 Mac 系列的小伙伴，就想以最低的预算买一台体验一下啊，接触一下 Mac 的生态。到2024年了，我们依然主观推荐还是 M1 的 MacBook Air， 就是老模具的这种。虽然官方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但是第三方依然畅销，这价格最低只要不到5000块啊就可以拿下。不错的续航，轻薄的外观啊，如果轻度的话，就是日常办公使用的话 ，M1 芯片也是可以的。就是这个模具老了一些啊，这个屏幕亮度、色彩方面欠缺一些啊，不过价格都已经这么便宜了。有啥这个车？如果你愿意加点钱，可以看看官网在售的 M2 13寸的 MacBook Air 啊，它原价呢是7999，第三方的价格呢现在我看了一下在6500左右。对比 M1 的 Air 呢，它新模具了嘛 ，ID 上面我主观觉得更好看了一些啊，有这个 MagSafe 的充电口啊，还有哨模屏幕啊，500尼特亮度 P3 色域，屏幕的总体素质是在第一梯队的，还有更好的摄像头。需要注意的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刘海屏了。然后至于扬声器方面呢，13寸的肯定是不如15寸的啊，注意它是少了2个低音单元，不过我个人感觉影响不是特别大。再次提醒注意，以上我们说的这2款啊，都不建议你定制配置，默认呢都是用 SSD 进行扩展存储空间，因为你一旦拉高预算，还考虑前面2款的话，它们就瞬间没什么优势了。这次 M3 新款的 Air 8999起啊，这个纠结13寸或者15寸的话啊，一个是主打便携，一个是在尽量轻薄的基础之上给了你更大的一个屏幕啊，这个观影体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2个尺寸呢差了1500块钱，区别呢就是满血的 M3 芯片了，更大的屏幕，更好的被动散热，还有更好的扬声器。缺点嘛就是15寸的这个确实也不小了，一些书包呢可能不太好装得下，这电脑包呢也要更大。我觉得这个大小尺寸就纯看人了，如果你频繁要带着移动的话，我自己啊主观建议还是13寸的。下一个要回答的纠结点，可能是很多小伙伴常年纠结的啊，就是都是加1500块钱，这个到底是加1倍的内存还是加1倍的存储空间？其实我们之前专门做过一个短视频啊，这个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对比实测，感兴趣的你可以去翻一下啊。结论呢就是主观我们建议你加到内存上面，它的使用寿命啊、使用年限啊这些体验就会提升，应用启动呢也会更快啊，不用再纠结需不需要关后台啊，用起来会更加轻松一点。缺点呢自然就是需要 SSD 外置硬盘的这个辅助了啊。我个人的判断逻辑就是，正在看视频的你现在可以想一下，你平时是不是有一个长期携带的 SSD？ 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更不用想了啊，直接加内存啊，因为你本来就要带一个外置硬盘嘛。但如果你的性能要求不高，存的文件啊、照片啊又比较多，平时也不太用一个外置硬盘，或者说压根你就没有 SSD 啊，那这1500块钱你就把它加在存储上。有一些小伙伴可能还会有一个纠结，就是我到底是选择高配的 Air 还是一个低配的 Pro 啊？就比如说这2台配置，我们给大家打出来啊，它们都是13000块钱左右，具体配置我就不一一念了啊，直接说主观结论就是高配的 Air。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对性能的需求都已经要开始考虑 Pro 机型了，那你买一个8+512G 的 Pro， 我只能说你对自己的性能需求判断可能有误差。10核16加上1T 的最新 Air 啊 M3 的，你用着肯定会更加的自由。另外，对于 iMac、Mac Mini 啊和 Pro 系列，如果你经常看我 Mac 系列的测评啊，你应该也能发现，其实在各个产品线的指南里边，我们很少说到其他类别的产品，因为必然要更加细分人群和场景。就比如说你经常在家里用，价格想要足够低，那肯定是 Mac Mini 啊。如果你不想配显示器搞一堆桌搭，那自然就考虑 iMac， 屏幕键鼠一套都给你打包好了。MacBook Pro 的话，我们说过很多次啊，它是指向性非常强的产品线，在有超高性能的要求下，如果你考虑便携，自然就是14寸的。可以想一下自己，如果移动较少的话，那就是16寸。对于 Pro 产品还是要提醒注意，你但凡有其他犹豫，那么 Pro 系列就不是你的菜。如果你就是眼馋啊 Pro 系列的高刷呀、扬声器啊、接口啊等等这些，我们其实更推荐你去第三方看看 M1 Pro 的老款，这目前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。除了性能和现在的 Pro 有一些差别之外，一些日常应用和功能体验都是大差不差的。缺点呢，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买啊，你得稍微淘一淘。至于最高阶的 Mac Studio 啊、Mac Pro 啊，复刻复解，你预算都拉到这么高了，那还需要纠结前面那些产品线吗？最后多提一嘴，目前苹果官网下较优惠的订单比以前要更加简单了啊，只需要支付宝扫个码就能用学生认证下单了啊，比以往那些需要提交资料啊、写邮件啊、这个再等审核啊都要简单不少。符合条件的一定要记得操作，省好几百，你买个配件它不香吗 ？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解答了你选购上的这个疑惑啊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内容精彩，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管你体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